我身上有炸药，退不退？不退我就毙了他。1小时前的长山堪称地狱模式开局，513大火案核心罪犯苏阿福被警方围堵在中山西路加油站，这厮直接玩起自杀式绑架，浑身捆满炸药，导火索都露在外面，手指死死扣着引爆器，摆明了要拉着所有人同归于尽。更要命的是，加油站隔壁的体育场，世界级球星正在踢巅峰对决，5万多名观众嗨到忘乎所以。压根儿不知道死神已在100米外举刀，一旦炸药引爆，加油站会炸成蘑菇云，体育场会变成人间炼狱，常山直接要在全国面前社死陪葬。指挥室里的唐朝阳等人魂都快被吓飞了，冷汗把衬衫浸透成水疗服，谁都不敢贸然下令，这哪是抓捕罪犯，这是在跟阎王抢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瞬间，叶子京提着一口气冲了出去，没有谈判专家的弯弯绕，没有畏畏缩缩的试探，他迎着炸药味直面苏阿福，眼神比钢刀还利，语气比惊雷还沉，一边戳穿他的侥幸心理，一边亮明正义的底线，硬是用一身正气压过一身炸药，把苏阿福从毁灭边缘拽了回来。苏老板，你现在还不能死，你要是死了，你举报的那些腐败分子就会赖账，就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罚。你应该想到，让这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让他们把罪责承担下来。这波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生死谈判，围观群众直接看傻，这检察长是开了正义挂吧？沿途的公安、武警和各种车辆不要阻拦，一定要为我们这辆面包车让路。有人欢喜有人愁，这边常山为叶子京欢呼雀跃，省城的副省长王长工正对着老照片老泪纵横，但眼里哪有半分悲伤，全是阴狠和慌不择路。苏阿福落网意味着他的初恋周秀丽受贿的黑料要被扒得底朝天，他这顶副省长的乌纱帽怕是要跟着陪葬。此刻的他恨叶子京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把这颗正义钉子拔了碾碎。在护犊子和守规矩之间，他果断选择了作死到底。如果叶子京跟苏阿福两个人能够活着从加油站出来，那就意味着很多人活不成了。更炸裂的还是在后面，苏阿福交出的举报名单直接把常山官场炸成了化粪池，几十名干部赫然在列，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城管委主任周秀丽自不必说，公安局长姜正流，连陈汉杰的儿子陈小木、亲戚李大伟都清一色上了受贿黑名单。想干掉我的人真不少，这10几年中，这帮人从我手里拿的钱最少不下500万，上面记着有名有姓就有28个。这28个人当中，有没有城管委主任周秀丽？当然有了，在职和不在职的副市级有2个，还有8个处以上干部，10几个科以上干部。可以说常山市要来一次大地震。这哪里是名单，这分明是常山官场的塌房名单，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权力体系都要跟着抖3抖。唐朝阳看完名单，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姜正流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他是无意当中从他老婆嘴里知道了受贿的情况，然后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天晚上就来找我了，说明了此前他并不知道实情的事实，而且那11万装修款他也主动的交到了证检办公室。怪不得他昨天晚上没有击毙苏阿福。还说这份名单，这件事情关系实在是太大了。我和小林市长准备代表市委马上向省委汇报。司令同志，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严格的保守秘密。唐书记，我明白。这话听着冠冕堂皇，实则满肚子小九九。之前王长工逼着消防撤水，让失火变放火的时候，他咋不向省委汇报？现在总算凑齐前任班子的受贿小辫子，果断绕过王长工，直奔省委，目的简直不要太明显，把513大火的责任全推给上任领导班子。陈汉杰和王长工作为前任1、2把手，一旦背锅，他自己的责任就能稀释大半。算盘打得全中国都听见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汉杰早就收到了风声。这位一直明哲保身的官场老狐狸瞬间陷入被动。这场火灾都治安，查来查去，查到我陈汉杰的头上来了。脸上写满了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憋屈。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王长工的电话打了过来。老陈啊，唐朝阳和林永强一起到省委来了，向赵培军前书记他们汇报了5、6个小时，是全面否定我们前任班子的工作，把责任全推到我们头上来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抽个时间
也向裴军同志和省委做个汇报。这声老陈一出口，人民的名义的 DNA 直接开始律动，像极了陈岩石没遇沙瑞金时的待遇。沙瑞金没来前，人人都喊老陈。沙瑞金赴任汉东，老陈瞬间变陈老。但陈汉杰可不是吃素的，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岂能听不出王长公拉人垫背的小心思？当场果断拒绝，简直不要太解气。于公他看不惯王长公滥用职权，把常山搅得鸡犬不宁的霸权。于私当年他是常山一把手，最后却退居二线，而王长公作为二把手，反而一路逆袭升副省长。这口气他憋了多少年？更让他膈应的是，受贿名单里居然没有王长公的名字，这老狐狸真能全身而退？他压根儿不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哎，长公，我可不是说你。老陈啊，就是冲着我说也没关系，我们现在都是在网中嘛。啊，你说你不在网中就不在网中了。唐朝阳这波甩锅助攻，直接把陈汉杰和王长公的矛盾摆上台面，两大官场大佬的第一次正面硬刚就此拉开序幕。周秀丽已经进去了，我看这张法网迟早会罩在王长公的头上。一边是手握名单步步紧逼的正义力量，一边是权倾一方绝不认输的副省长。王长公会坐以待毙吗？他会不会动用最后的权力疯狂反扑？陈汉杰又会站在哪一边？513大火的真相还藏着多少没被揭开的黑幕？我们下期接着奏乐，接着乐，看这场官场风暴如何掀翻天际。带着雷霆反腐的决绝如惊雷炸响，在常委会现场，唐山领导班子当场集体哑火，你看我，我看你，脸上写满大事不妙的慌张。513一场大火直接烧出28余名贪腐渎职干部，这其中就有副省长王长公拼命护着的白月光初恋。说他是大火的罪魁祸首都算轻的，没有他那只丧心病狂的违建门面帮批示，消防通道能被堵死，几十条人命能葬身火海。这女人简直是拿百姓性命换好处的毒瘤，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可钱书记话音刚落，就上演了官场经典打一巴掌给个唐戏码。目前来看，总的情况还不错，你们的措施果断及时。就在会场气氛刚要缓和，人大主任陈汉杰突然拍案而起，直接掀了桌子。钱书记，坦率地说，我是担心这次只抓了些小猴子，或者说野猴子，而放过了花果山上的大猴子。这波开团简直绝了！陈汉杰是谁？前任市委书记，名单上的贪腐干部，清一色是他当年一手提拔的自己人，连亲儿子陈小木、贴身秘书都在其中。妥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但他偏不坐以待毙，反而化被动为主动，接着抱怨暗戳戳把矛头指向王长公，既想给自己留最后一丝体面，又想拉最大的保护伞下水，一石二鸟玩的比谁都溜。在认怂背锅和鱼死网破之间，他果断选择了掀桌子干到底。可有人偏要上赶着给领导挡枪，市长李永强当场炸毛，对着陈汉杰火力全开。也不能这么说吧，李大伟不是也被抓起来了吗？李大伟算什么？最多呢算是个野猴子吧。再说我已经不在花果山上。老书记，这话里的锋芒简直能扎死人，明着是反驳陈汉杰，实则是在给王长公表忠心，活脱脱一副领导的狗腿子模样。在抱大腿升职和坚守公道之间，他毫不犹豫跪舔前者，说白了就是对前任班子留下的烂摊子耿耿于怀，借着机会公报私仇罢了。职场生存法则被他玩明白了，领导的敌人就是我的死敌。两人剑拔弩张，唾沫星子差点溅到钱书记脸上。市委书记唐朝阳坐中间，尴尬的能用脚抠出3室一厅。作为一把手，省委调查组就在场，常委会开成大型宫斗现场。这要是传到省委一把手耳朵里，他的脸往哪儿搁？赶紧麻溜把林永强喊出会场，压低声音警告：曾强，以后说话注意点，现在咱们麻烦已经够多了。你看老陈说那话，就差没点长工同志的名了。你不是已经点了老陈的名了？好家伙，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斗争，硬生生被这帮人带偏赛道，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事互撕。这操作也是没谁了，但陈汉杰的牢骚炮没白开。散会后，钱书记直接把他单独留下，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半天，全程欢声笑语，那叫一个其乐融融。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省委领导早把王长公的那点猫腻摸得门清。这次反腐根本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接着查小喽啰，一步步收紧套在大猴子脖子上的绳。这盘大棋下的是真够深。另一边，513火灾渎职腐败案终于迎来终极审判时刻。可就在法院开庭审理周秀丽的节骨眼上，
副省长王长恭居然敢顶风作案，公然在常山高调现身，这操作简直是在给法律上眼药，明摆着要给初恋情人撑腰站台。在避险保命和护犊子之间，他选择了最嚣张的死路。敏感时刻高调亮相，这老小子的政治底牌到底有多硬？难道真的硬到能一手遮天，用权力碾压法律？他会不会再次动用关系，把周秀丽从法庭上捞出来？这场正义与霸权的终极对决，到底谁能笑到最后？我们下集接着奏乐，接着乐，静看这只大猴子怎么翻车。你到底还有没有良知和人性？王长恭的怒吼能掀翻屋顶，这哪是愤怒，分明是甩锅不成的歇斯底里。没人给他当替罪羊，他快把废气炸了。罪魁祸首就是眼前的公安局长江正流，这个他一手提拔从小带到大的亲信，成了捅他最狠的刀。是你主动向唐朝阳同志跟市委交代。王长恭对江正流失望到骨子里，要是这小子听话，按他的命令当场击毙513大火案行贿主犯苏阿福，哪还有后面的破事？他的初恋周秀丽此刻本该躺在他怀里撒娇，而非站在被告席上受审。你很聪明，苏阿福把黑名单都交出来以后，你就什么都不怕。看着暴跳如雷的副省长，江正流心里门清，自己彻底把这位靠山得罪死了。但他还抱着一丝侥幸，想靠几句软话挽回老领导的心。毕竟良言一句三冬暖，可他偏要恶语伤人6月寒，情商欠费到停机，壮着胆子开口，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领导，周秀丽正审的，你真不该这时候来长山。咱实在搞不懂，这公安局长的位置是走后门坐的，亲信再亲，能比得上枕边人。周秀丽可是王长恭的逆鳞，他居然还敢主动戳。果然，周秀丽3个字像火星撞地球，直接点燃了王长恭的怒火。我这次到常山来，不是为了周秀丽，是为了常山矿务局几万困难职工。而你呢？你跟你那个连级王晓峰又干了些什么呢？你们跟苏阿福搅到一起，1分钱没花就把大富豪10几万的装修材料拉到你们家去，把你那个破家弄得跟宫殿一样。江正流见示好彻底没戏，干脆破罐子破摔，被训得抬不起头，还敢反击，这操作堪称职场自杀式发言。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懂吗？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王长恭比他高了好几个段位，这波叫板直接为日后被调离岗位埋下定时炸弹。在认怂保命和硬刚领导之间，他选了最蠢的死路。可姜还是老的辣，面对江正流的反扑，王长恭丝毫不慌，游刃有余的化解，反手又把枪口对准他。周秀丽不是个好东西，那你就是个好东西。你不要认为周秀丽是犯罪分子，你就是什么清白。啊，不少同志跟我说，这被告席上少了一个人，少了谁啊？啊，少的就是你江正。字字诛心，刀刀见血，江正流的脸瞬间惨白如纸，坐立难安，每一秒都像在受刑。要是此刻有个地缝，他能直接钻到地心，用脚抠出一座迪士尼城堡。就在这尴尬到窒息的时刻，秘书的汇报终于救了他一命。两人的谈话戛然而止，这段亲如父子的上下级关系也彻底画上句号。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对，是江正流的路被王长恭彻底堵死。另一边，检察长叶子京堪称硬刚界天花板，顶着王长恭的强权施压，扛住各方利益集团的围堵，没日没夜死磕案件，终于让513大火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苏阿福犯有消防责任事故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周秀丽犯有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可这判决结果简直是在挑战公众底线，一场烧死无数人的惊天大火。主犯苏阿福死缓，罪魁祸首周秀丽只判7年。死难者家属的愤怒直接爆发，堵着叶子京讨说法，现场混乱到失控。就在人群的推搡拉扯中，一把尖刀突然刺向叶子京。这一刺是家属绝望后的报复，还是背后黑恶势力的蓄意灭口？叶子京能否化险为夷？513大案的黑幕是否还有更深的隐情？我们下期接着吃瓜，看这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到底谁能笑到最后？我这儿就通不过。我们常山有这么一位检察长，是我们自己的骄傲。要疯，真的要疯！市长林永强怕不是被权力冲昏了头，在争气和正气之间，他果断选择了抱大腿。为了舔上省长王长恭的裤腿，竟敢光明正大给罪犯周秀丽喊冤，逼着市委书记唐朝阳撤换检察长叶子京。碰到这样的检察长，我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要钱找我，我的招呼他从来都不听。
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死活。叶子京是什么人？炸药手枪没撂倒他，歹徒尖刀没吓退他，妥妥的正义战神。林永强倒好，睁着眼睛说瞎话，把秉公办案说成偏执，自己揣着私心还装得大义凛然，这演技不去演艺圈真是屈才了。看着林永强狗腿子的模样，唐朝阳当场就炸了。中共常山市委必须依法办事，你这个市长要有法治观念，你必须清楚，依法治国的核心是要确立法律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权威。中共常山市委、市政府也要尊重这个权威。任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行为，在这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林永强还不死心，非要硬凹大道理人设。唐朝阳忍无可忍，直接撕开他的虚伪面具。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没有原则，你为了周秀丽的事情，居然把工作做到了叶子京的病床前面了。是不是王长工同志给你许了什么愿了？你是不是还指望在干部处理问题上，那位领导干部再投你重要的一票啊？怎么能这么不顾一切的？我跟你谈了多少次了，永强啊，让你多想想人民的利益，多想想党的利益，多想想自己身上的责任。看来你什么都没想，你就考虑自己的私利了。永强同志啊，你身上究竟还有多少共产党人的气息啊？在唐朝阳这儿碰了一鼻子灰，林永强转头就去王长工那儿哭唧唧告状。说真的，堂市长活成职场告状精，除了打小报告啥也不会，也是没谁了。王长工心里估计也在骂娘，咋尽遇上这种扶不起的阿斗，能干的全跟自己作对，腐败咋就这么难？为了给狗腿子出头，王长工跑到长山含沙射影怼唐朝阳。就算是明天拉出去枪毙，也要让同志们吃饱喝足嘛，是不是，常同志？唐朝阳这次不再惯着，气场全开，直接开怼。长工同志说的对啊，我就得吃饱嘛，因为第一个被拉出去枪毙的，那恐怕就是我了。明眼人都知道，王长工天天往长山跑，就是想把唐朝阳拉下马。可他忘了，大牢里的周秀丽早就是颗定时炸弹。会议结束，唐朝阳冷冷甩下一句：“省高院对周秀丽案可能有重大变化。”王长工听这话当场慌了，赶紧借口请吃饭，掩饰心虚。可这哪是饭局，分明是鸿门宴，刀光剑影全在酒里藏着。我是诚心的敬你一杯，敬你这个骨气。王省长，还是我敬您吧，敬您的这份霸气。应付完王长工，唐朝阳立刻找到陈汉杰，告诉他老王要搞政治绞杀，不仅要赶自己下台，还想把林永强扶上市委书记。陈汉杰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唐朝阳都已经挺身在前，现在该轮到他出手了。王副省长，你给了唐朝阳同志一个斩监后，下一个好像该我了吧？准备怎么处理我呀？该不会是斩立决吧？啊？该跟你结的账，别着急，早晚会结的。啊，行，我等着。哎，我只求一条啊，到时候你可别公报私仇啊！哎，王副省长要是跟我老账新账一块算，我非要被他枪毙不可。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公报私仇我绝对不会，不过跟您老班长学习学习啊，搞点大义灭亲什么的，那也不是不可能。玩笑话里全是刀光剑影，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路上了。会为了爱惜自己身上的政治羽毛，而不顾底下同志们的死活。会议室的空气都快凝固成冰块了。王长工刚宣布要撤唐朝阳的职，陈汉杰直接拍案而起，火力全开。我想请问王副省长，当这场大火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谁就把这场火灾的基调给定为了放火？当检察院查出了周秀丽在这场火灾当中有重大的犯罪嫌疑的时候，又是谁逼着朝阳同志要把叶子京给撤？而且新任的检察院检察长人选都有，谁？陈波。知道为什么是陈波吗？因为在搜查周秀丽之前，陈波向王副省长通风报信，是不是这样？这一连串质问简直像机关枪扫射，针针见血，刀刀剜肉。王长工做梦都没想到陈汉杰居然手握这么多实锤。但这老狐狸也是个狠角色，脸比城墙还厚，当场耍起无赖，把所有事一推625。火灾定性是叶子京走弯路，陈波通风报信是无稽之谈，甚至反咬一口。你真的使我怀疑你了，怀疑你的心态。
是不是不正常？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唐朝阳当场站出来作证，把王长恭多次要求撤换叶子京、陈波通风报信的事实全给抖了出来。陈汉杰乘胜追击，又爆出王长恭为了阻止抗诉四处活动的黑料。你为什么要四处工作，要求撤回这个抗诉？王长恭被逼到墙角，居然玩起偷梁换柱。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同志们，我还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这个公民有没有权利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唐朝阳忍无可忍，站起身发出灵魂拷问：王长恭同志，您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您是资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您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下级干部、下属单位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今天，在现有的国情条件底下，干部由上级任命，乌纱帽拎在领导的手里边，这就致使我们很多同志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而一味地看着上级的脸色行事。按说都这么打脸了，正常人早该收敛了，可王长恭偏不，索性破罐子破摔，站起来搞起豪情演说，还敢给周秀丽歌功颂德。到了今天，我的态度都没有变，就是保护干部，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保护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我王长恭都不能冷了那些认真做事的同志们的心，都不会为了爱惜自己身上的政治羽毛而不顾底下同志们的死活。这操作直接把人看吐了，简直是人神共愤。陈汉杰当场放话：我要向省委直接汇报我的意见。王长恭还敢威胁打压，真应了那句话，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末日已经近在眼前。就在他唾沫横飞演讲时，副检察长张国敬悄悄告诉唐朝阳，苏阿福要翻供，有新情况要反映。会议不欢而散。唐朝阳和陈汉杰连夜分析，他为什么拼了命都要保周秀丽，这里面绝对不仅仅是情感因素，极有可能他害怕周秀丽被判死刑后交代出他的什么事情，答案全在苏阿福身上。张国敬提审时才发现，这小子只肯交代送李大伟4万块，其他的死都不说。一查才知道，周秀丽的跟班刘茂才居然去见过他，估计是给苏阿福吃了定心丸，说周秀丽判不了死刑，这才让他不敢乱说话。我看下一步该查一查刘茂才了。这一抓可了不得了，没想到这老秃子也是个巨贪，在周秀丽手下早就贪得盆满钵满。刘茂才一落网，周秀丽的末日也彻底到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判决为终审判决。终审判决一锤定音，这道死刑令直接给周秀丽判了死刑，也给整条腐败链来了个釜底抽薪。叶子京马不停蹄找到苏阿福，冷冷抛出一句话：周秀丽死刑了。苏阿福一听，那点得意全写在锃亮的头上，老娘们都倒了，他还怕个锤子，当场就把王长恭的黑料全秃噜了出来。王长恭3个字一出口，叶子京就知道大事要发生了。苏阿福交代，王长恭当市长时，他为了拿一块黄金地皮，通过周秀丽给王长恭送了150万。结果地皮被熊老板抢走，他怀疑熊老板送的钱比自己这150万多得多，就是拿不准钱到底到没到王长恭手里，才一直不敢说。这边刚有线索，唐朝阳那边又炸了。公安局长江正流直接反水，爆出2个惊天内幕。第一，当初把失火定成放火，冤枉下岗工人查铁柱，就是王长恭定的调子，美其名曰对上对下都有利，实则草菅人命。第二，王长恭居然电话指挥他要对苏阿福杀人灭口，唐朝阳都惊呆了，一个省长胆子居然大到这种地步，这已经不是腐败了，这是疯魔。虽然是电话指令，没实证没录音，但唐朝阳当机立断，写材料交给检察院。叶子京拿到材料一看，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这哪是举报信，这简直是王长恭的死刑判决书，足够他把牢底坐穿，带着上路了。他立刻传唤熊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是个怂包，一进审讯室看到铁窗就腿软，当场全招了。我为了拿到解放路6号地，通过周秀丽给王省长送了480万好处费，是分2次送的，一次200万，一次280万，全是现金，还交出了王长恭亲手批复的地皮文件，铁证如山。王长恭贪污犯罪的事实彻底坐实了。叶子京赶紧给唐朝阳报信，巧的是唐朝阳正在给省委书记赵培军汇报情况。现在省委赵培军书记就在我身边，你直接向他汇报吧。电话一递，2位大佬听完眼神都变了，王长恭的末日真的到了。赵培军不动声色，先去参加了王长恭提议罢免唐朝阳的会议。
会议一结束，他直接把王长工留下，身后走出一群人。中纪委的同志来了。裴军书记，他们是？长工同志，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要跟你了解一些情况。好，希望你呢能本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正确对待，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王长工脸色瞬间惨白，但他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他的480万赃款，他的杀人灭口指令，早已经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不会所得。为了拿到这些铁证，叶子京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熊老板招供后，叶子京立刻提审周秀丽。没想到这老女人是块硬骨头，铁齿铜牙，死不承认，嘴硬的能塞下一块砖。直到他写遗书时，叶子京发现一张小纸条不翼而飞。不对劲，这纸条肯定藏着秘密。检察院立刻展开搜身，从头到脚查了个遍，最后在周秀丽的耳朵里找到了那张救命纸条，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赃款存储的银行账号。最后的遮羞布被扯掉，周秀丽当场崩溃，哭得像个泼妇。周秀丽，你来世的希望破灭了。另一边，王长工面对中纪委的调查，居然还装淡定，死鸭子嘴硬，把所有罪责全推给周秀丽。钱是他收的，假护照是他偷我照片办的。算盘打得叮当响，心想只要周秀丽一执行死刑，死无对证，自己就能全身而退。可他万万没想到，为了查清他的罪证，上级早就下了指令，周秀丽暂缓执行死刑。当听到这个消息时，王长工的淡定瞬间碎了一地，眼睛瞪得像铜铃，整个人都傻眼了。480万赃款被起获，王长工被推上审判台，都到这份上了，他还在顽抗，拒不承认贪污，还敢给检察官讲起了唯物辩证法。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讲什么？讲唯物主义，讲辩证法，讲实事求是，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这位检察长和常山市检察院对我也能够实事求是。叶子京直接笑了，既然你想上课，那我就好好给你上一课。你现在已经不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了，你是一个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这里也不是哪个大会的主席台，也没有谁请你做报告。我们这个党和国家是容不得像你这样的腐败分子的。法律的利剑一直悬在你的头上，所以你一边贪婪的聚敛财富，一边像做贼一样的忐忑不安。这一刻直接把王长工怼得没话说，只好开始避重就轻，检讨大火案的错误。叶子京当场揭穿，你不是犯错误，你是犯罪，而且是性质严重的犯罪，所以你必须老实的交代。线索还在继续追查，通过港商的证词，王长工收受外汇的证据被坐实，再加上周秀丽为他保存存折的铁证和480万赃款完美串联，王长工想翻身门都没有。而这时候林永强的丑态更是让人笑掉大牙。听说省委书记赵培军要去看望叶子京，他跟疯狗似的冲过去，结果扑了个空，还厚着脸皮追问赵书记有啥指示。叶子京两口子干脆故意耍他。赵书记非常关心检察院，他说半年后来视察检察院大楼。对，是半年后视察这工程量这么大，我怎么能盖得起来呢？叶姐，盖不好没关系啊。赵书记说到时他来视察工地吧，是不是？对，他是这么说的。老黄，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啊。叶姐，我打个电话。哎，唐局我是林永强。检察院大楼的事儿马上安排资金，要施工队马上开工，日夜加班。以前刁难叶子京的时候有多横，现在拍起马屁就有多怂。大官一句话，他比谁都积极，简直是把职场舔狗4个字刻进了 DNA。 调戏完这货，叶子京整理好卷宗，走向了法庭那里。等着他的是对王长工的终极审判。你还有良心，你能够忍心将一个罪不至死的失业矿工推上刑场吗？你能为了包庇周秀丽，进而掩饰自己的受贿罪行，而千方百计的阻挠和破坏检察机关对513大火案的查处和起诉吗？你会擅自向公安局局长江正流发出对重要证人苏阿福杀人灭口的指令吗？法庭之上庄严肃穆，叶子京手持公诉书，
目光如炬，向王长公发出一连串灵魂拷问，每一句都振聋发聩。王长公被怼得面如死灰，刚开始还嘴硬，坚称自己有错无罪，死不承认和周秀丽的情人关系。可当法庭公布28名证人证词，甩出周秀丽承认情人关系的铁证时，他彻底沉默了，头低得像个鸵鸟。可他还不死心，又矢口否认港商的巨额贿赂，狡辩说是赠与，理由是没给对方谋非法利益。公诉人当场拿出法律条文，狠狠打脸。受贿的犯罪特征是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仅限于谋取非法利益，合法利益仍然构成受贿犯罪。王长公急了，开始喊着要讲良心。叶子京冷笑一声，又是一连串对得起对不起的灵魂拷问，怼得他哑口无言。你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你对得起曾经加入过的这个执政党吗？作为浙江省常务副省长，王长公，你对得起这个生你养你的人民共和国吗？作为常山市前任市长，你对得起这500万朴素善良的百姓吗？当你一次次在会议的主席台上做报告时，当你满口以国家人民的利益去训斥别人、批评别人的时候，在报纸、电视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你相信你自己说的那些话吗？话音刚落，法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虽然法庭有规定不许鼓掌，但审判长看着这满场的正义呼声，缓缓放下了举起的法锤。民心不可违，正义不可挡。叶子京没有停步，转而向全场公民发出叩问，字字诛心。我想请问你，公民同志，当你义愤地诅咒腐败时，你向腐败的现象和势力妥协了没有？你有没有助长过腐败的漏规横行？你在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国家里，有没有尽到一个正直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呢？正是你对腐败漏规的一次次妥协，一次次忍让，正是你那善良而无奈的宽容，是不是就造就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腐败温床，最终给那些大大小小的王长公以践踏民族、欺骗百姓、肆无忌惮的亵渎并吞噬这个国家的机会？腐败是政坛的癌细胞，正义是刮骨疗毒的手术刀。王长公们手握权力，却背弃信仰，疯狂敛财，视人命如草芥，以为能一手遮天，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叶子京、唐朝阳、陈汉杰们以偏向虎山行的斗争胆魄，斗罢艰险再出发的顽强意志，坚守正义底线，撕开腐败黑幕，用实际行动证明，不管你官居何位，不管你手段多狠，只要触碰红线，践踏人民利益，终将被法律严惩。反腐没有休止符，正义永远不会缺席，腐败必被查，正义必胜，这是永恒的真理。今天将你押上法庭，即意味着513大火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意味着法律和正义战胜了你手上的被异化和滥用了的公共权利。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良心终于取得了含泪带血的胜利。